方法没有办法提上来，还有我们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我们的重点是在放松啊，这个方法用不上。比如说你盘腿，有一些同学根本，哎呀，这个盘腿实在太痛苦了，不要说双盘，单盘都盘不好，不要说单盘，散盘都很难过，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在东方看到大家都尽量的盘腿，我们发现到说，这个功夫还是属于这个禅修啊，这个法门还是输了我们东方人的。西方人不能盘腿的，西方人能盘腿的不多，不是完全没有，他们都是用另外一种做法那个做法呢，其实在西方，他们现在比较流行有的用凳子，有的就把这个坐垫放高，然后两个脚这样放这个做法叫什么做法知道吗？叫齐鹤坐。西方没有仙人的他们对天使有翅膀的，只有我们东方才有仙人。仙人怎么飞呢？骑鹤嘛，所以这个做法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很好，他都为西方人想好了，想到了这个方法，帮助他们不然的话怎么办那个坐姿就好像骑在鹤上面呢，骑在鸟上面，那个鸟，现在的鹤你都要骑得上去嘛？骑上去那个鹤都被你压扁了，鹤没有那么大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以前的仙很厉害，因为他们身体很轻，所以他们骑在鹤上面，鹤都可以带他们飞。当然，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东西来的他们真的要叫他们盘腿，真的不容易。我们在西方看，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是用这个齐鹤坐的。那有些就准备那个凳子，然后这个屁股呢坐在凳子上，那个脚呢放在凳子下，所以它凳子有些还要蛮高这样，宽高它才能够坐，不然就是2-3个坐垫这样做。那么这个坐姿呢，有时候对某些人也有帮助。如果你们本身有那个，比如说坐骨神经什么会被压到其实有时候用这个做法也可以那就你比较不会压到。但是这个姿势做起来呢，就比较不内收了，因为你的脚往外放，而不是往内收。但是也可以啦，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有好几个姿势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同学能够没有办法盘腿的话也可以做那老师可能有些有讲了散盘，那有些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南传的佛教徒做的，他们这个姿势呢叫天神坐。我们看到他们的天神好像不是这样。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泰国的一些古装片，原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朝拜这个佛或者是朝拜这个国王的时候，直接这样的以后就拜下去，就伏下去可能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生活习惯那这些姿势都没有问题但是比较理想的就是你用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下盘，那就比较稳所以我们这个调身体嘛，不是每个人都说能够做得那么好，没有关系，你们不要紧张说哇别人都双盘，我连单盘都不能，上盘也不能，什么都不能，我就很不行了，我应该不是修行的料了有些人就会在心里打击自己的嘛没有的，因为每个人的生理结构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就顺着你自己本身能够做到的，那到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就来菩萨教育。那菩萨的自在坐，那才自在老师有讲过嘛，就将一个脚这样，然后一个脚翘起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自在坐嘛，学他们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呢，他就闻声救苦
你一念观世音菩萨求他帮助你，他就要赶快去了。所以他这个自在坐呢，你看站起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我们这样啊，你们盘腿这样下去，人家喊救命啊，你下来了，按摩啊，才冲出去太慢了。那观世音菩萨不用他自在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所以他就自在坐。但是他能够这样自在做，是因为他真的自在了。然后我们这样自在做的话，做久了也不自在。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讲，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方便、比较能够做到的姿势，没有问题所以你们就很放松的只要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我们最美的、最完美、最好的那个姿势，没有问题，你就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这样身体就放松了，你心里也放松了，你没有压力嘛，没有说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嘛，所以这个放松很重要但是你在放松的过程中，你就慢慢的让自己从这个做的没有那么好，慢慢进步到有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也可以做得很放松了，然后同时这个姿势可以做得比较完美的这个姿势做出来，但是不要一下子呢对自己有太多的这个要求然后你这个身体放松的时候，呼吸自然放松，然后不要急着赶快去找呼吸，而是通过身体的放松、呼吸的放松，触觉到这个呼吸，然后再把注意力放在那边，再把舒缓。所以慢慢的一层一层进去，一层一层把握这个方法，那么一层一层的放松。当你完全能够应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因为你整个过程都是放松的，所以你在练习这个方法的时候呢，它就很放松。那放松，你能够放松的用方法，它就慢慢的越来越放松了。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放松，就很紧迫的去一定要把这个方法用好的话，最后呢你越来越紧的，找不到呼吸，你强迫这个呼吸粗一点，紧了，胸口闷了，头闷了头疼了，然后整个这个前额这边绷紧了，那就到这个程度变成一种惯性，你就很难处理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最重要的放松所有的方法都是要通过放松的过程、放松的方式处理。所以我们整个调身、调息、调心这个次序建设好了，就是帮助我们，然后从绷紧的状态，然后用内摄的这个力稍微有点用力了我们绷紧的时候是很用力，但这个力是对外消耗，所以常常弄到我们的身体很绷紧，同时也很疲累。那现在我们在练习放松，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会稍微用力，因为你不用力的话，这个心收不回来。但是在我们内摄用力的过程，其实就是在练习怎么放松。当你慢慢掌握到这个放松的一种诀窍的时候呢，你发现那种打坐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它太容易，因为你如果是没有把握好的话呢，显现出来的状态还是有点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握得很好，慢慢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坐在那边很放松，方法能够用得上去，然后可以持续做一段蛮长的时间，调心的功夫就用上去了。那个时候就发现妄念越来越少了，以前都干扰的那个妄念慢慢就越来越少。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心里就慢慢疏解那个压力，就释放掉一些比较负面的这个情绪。这个就是我们禅修慢慢要完成的。不一定一下子可以做到，但是慢慢的可以完成。
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你们学会了方法，或者有些同学来这边复习一下功课都好，然后把握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把握到一些这个禅修的这种理论技巧，回去你们自己就练习，然后以后有因缘有这样的课程又来参加，然后我们有一些团体本地的一些团体，他们可能有每个星期有固定的共修你们知道就可以过去那种共修这样子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加强自己对方法的一种应用掌握，那就把自己的身体心理调得会更好一点，更放松一些那如果是你发现到有密集的课程，自己的这个准备功夫或者是自己有信心了，就去参加，也不要挂碍不要担心不要说哇7天14天哇很长，不长的。你去了以后呢，每天过日子，每天3餐吃完就一天过去了然后发现到说原来放松的日子呢可以过得那么轻松的。这个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应对我们生活的一些问题、一些烦恼的时候，它就有帮助了，它就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大家呢就这样子去练习，这样子去学好，我们的课程呢就结束了好，我们就回向吧，回向。愿以此功德，不期于一切众生依我等